你知道吗？ Sony 本来根本不想做游戏机，但最后却一口气打败了任天堂和世嘉，成了地表最强的游戏机王者。曾经任天堂是游戏界的皇帝，世嘉是挑战者， Sony 只是个配角。但当 PlayStation 诞生后，整个主机圈的权力版图彻底重写，一个原本只做 CD 播放器的公司，成了全球最强的游戏王者。而这一切只因为任天堂毁了一场婚约。今天我就来讲讲 Sony 是如何从零开始打造出 PlayStation， 一路击败世嘉，压过任天堂，震撼微软，最后成为全球销量第一的主机帝国。事情要从上世纪80年代说起，那个时候日本正值游戏黄金时代，任天堂靠着红白机，也就是 FC 游戏机，统治了全世界，而 Sony 那时还是个正经公司，他们做的是电视机随身听 Walkman 音响，跟游戏八竿子打不着。当时索尼内部有个专注于多媒体和音频 CD 技术的小团队，年轻工程师久多良木健就隶属于这个团队。他立志做出改变世界的产品，曾说出一句超级中二的话：如果你不能为全世界打造一个平台，那你就只是个工具而已。他想做一个改变世界的东西。刚好这个时候，任天堂打算为他们的超级任天堂，也就是 SFC 开发一个光碟版的升级。因为卡带又贵又容量小，而 CD 便宜又能存更多内容，所以任天堂就找上 Sony 说，要不我们合作一个叫 PlayStation 的 CD 扩展机。 Sony 一听当然开心啊，终于可以名正言顺进入游戏圈了。于是他们花了几个月做出了第一台 PlayStation 样机，还打算在1991年的 CES 大展上跟任天堂一起公布。结果事情就爆炸了。就在发布会的前一天晚上，任天堂突然宣布，他们决定跟飞利浦合作，不跟 Sony 玩了。Sony 当场脸都绿了，你能想象吗？就像婚礼前一天，新娘突然改嫁，原因其实很现实，主要是任天堂对合作中 Sony 掌握的光碟技术和控制权感到担忧。任天堂习惯于对硬件和游戏内容拥有主导权，担心将光碟标准交由 Sony 掌控后，可能会影响版权和开发的自主性。相比之下，他们认为飞利浦更容易达成条件，也不太会威胁其主导地位。与其冒险把命脉交出去，任天堂干脆选择转向飞利浦。合作关系的突然破裂，直接改变了游戏产业的格局。Sony 因此决定自主开发自己的游戏机。不过你有没有注意过 PlayStation 这个名字最初其实是写成 Play 空格 Station， 是2个字。最早索尼和任天堂合作时，包装盒上都印着这种写法。在索尼决定单干后，早期 PS1 主机上仍然保留了这种格式，但随着品牌壮大，索尼也慢慢将品牌名统一成一个词， PlayStation 中间不再留空。所以你今天看到的 PlayStation 其实是从分裂中诞生的名字，连名字的进化都像在宣告，我们独立了，我们要变成主角了。而这就是 PlayStation 的起点。不过你以为 Sony 公司上下都支持吗？其实完全不是。一开始 Sony 内部根本没人看好这个计划，高层普遍认为做游戏机这种事根本赚不到钱，还可能砸招牌。就连 Sony 的创办人盛田昭夫也一度摇头反对。当时久多良木健的团队在公司内部甚至有个戏称大日本帝国海军，这个绰号非常形象，因为它暗指这个小部门自成体系，孤立不听指挥，像一艘不按总部指令航行的军舰。但即便如此，久多良木健还是有他的秘密武器。他知道光靠满腔热血是不够的，他凭借与索尼创办人盛田昭夫的私交，以及索尼音乐的 CEO 大贺典雄的坚定支持，才得以在公司内部找到盟友。大贺典雄力排众议，为这个疯子计划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索尼音乐部门的资源和 CD 技术。甚至还有传言说，他就是靠着绕过总部流程，偷偷借用这些资源，才拼出了第一代主机雏形。可以说 PlayStation 的雏形不仅是靠久多良木健的偏执，也是靠这些叛逆高层提供的庇护，才得以在索尼内部艰难求生。这套被公司内部称为疯子计划的东西，最后居然真的成功了。接下来 Sony 集结了所有最懂多媒体技术的人，把 CD 音效 3D 图形电影播放全塞进一个机子里。顺带一提，你有没有注意过 PlayStation 的 logo？ 其实非常特别，这个红黄蓝3色的 PS 图样不只是随便画一画的设计，
当年 Sony 内部设计团队做了几十种 logo 草稿，最后才选中这一版。而且这个 P 是立体站起来的， S 则是横向绕转过去。有人说这象征着 PlayStation 从2维游戏跃迁到3维世界，也就是 PS 主打的 3D 游戏革命。简单来说，连 logo 都在向你暗示，这是一个全新的次世代。而你手上的 PS 手把其实也藏了不少巧思，那些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按键，其实每一个都有含义。当年负责设计这组符号的是 Sony 的一位工业设计师西泽昭男，他说圆形代表确认 OK， 叉叉代表取消 cancel， 三角形是代表视角方向 camera point of view， 正方形是菜单文件选项的意思 menu document。 不过有趣的是，这套按键后来在西方游戏圈，叉叉键经常被用作确认，而圆形键被用作取消。这种习惯上的差异也成了索尼主机玩家之间一个有趣的文化梗。他们想做出一个全世界不用语言就能理解的图形语言，没想到这组图案后来真的成为 PlayStation 最具代表性的视觉符号，连广告包装甚至衍生商品都以它为设计基础。简单来说，这不仅是一组按键，这是属于 PlayStation 的文化图腾。1994年，第一台 PlayStation 正式在日本发售，价格是37000日元，也就是大约当年$300左右。而且重点是，它主打 3D 游戏体验，这一个 3D 才是关键。不过 PS1 发售的那天有一个更重要的细节，它不是独自登场的。就在同一天，它的最大竞争对手世嘉土星 Sega Saturn 也同时发售，两大巨头正面硬刚，火药味十足。虽然世嘉土星在初期凭借更强的街机移植能力，销量一度领先，但索尼在接下来的1年里，靠着更强大的游戏阵容和营销策略，很快就实现了逆转。与此同时，那时的任天堂和世嘉还在靠 2D 游戏称王，但 Sony 一下就把游戏的画面推到另一个层次，比如铁拳、3级赛车、最终幻想7、生化危机，用 3D 建模画面让玩家直接傻眼。而且 Sony 还有一招狠的，支持第三方厂商自由开发游戏。过去的任天堂对游戏开发商要求超严格，谁要上游戏机都要过他们审批，但 Sony 反其道而行，欢迎所有人来做游戏，什么 Square Enix、Capcom、Namco、Konami 全都跳槽到 PlayStation 平台。不过你可能会好奇，到底哪些公司在 PlayStation 首发就站出来支持它？很多人可能以为是 Square 或 Capcom， 但其实在首发游戏阵容中，有一家名叫 ArtDink 的小公司，他们推出了一款经营模拟游戏 A 列车大亨。这也说明索尼当年的开放策略真的不挑食，不管大公司小公司，只要你想做游戏，他们都欢迎。虽然没什么人记得这款游戏，但从历史上来说， ArtDink 是第一批站上 PS 舞台的第三方厂商。那 Sony 是怎么吸引到这么多第三方厂商的？靠的不是讲义气，是讲条件。当时他们推出了一套超大胆的政策，开放购买开发工具包，只要付出大约100万美元左右，开发商就能拿到完整的开发权限，不需要复杂的审批流程。这在当时简直是游戏圈自由贸易。而且 Sony 不像任天堂那样严格审查内容，反而非常鼓励创新，探索各种类型的游戏。开发者可以尽情做恐怖游戏、成人游戏实验性玩法。结果是 PlayStation 1瞬间变成了游戏创作者的天堂，尤其是最终幻想7，原本是任天堂 N64 的招牌游戏，结果被 Sony 抢走，用 CD 做成了史诗般的 CG 动画。这个事件对游戏界的影响，可以用一个更形象的比喻来形容，这就像是任天堂的新娘史克威尔在婚礼前夕突然穿着婚纱跑到了索尼这边，这直接改变了整场战争。原本 N64 用卡带容量太小，根本装不下 CG， 结果最终幻想7变成了 PlayStation 独占，一下子把全世界 RPG 玩家通通拉走。你要知道，最终幻想系列的开发商 Square 以前可是任天堂的死忠盟友，从 FC 到 SFC 几乎每一代 FF 作品都是为任天堂量身打造。结果 FF7 突然倒戈，站到 Sony 这边，整个游戏圈都震惊了。这不仅是一次技术转向，更是一次立场的宣告。玩家开始意识到，未来游戏的发展方向不再由任天堂说了算，而 Sony 才是那个真正拥抱次世代的人。到了1996年，
PlayStation 的全球销量已经超过900万台，远远甩开世嘉 Saturn 和任天堂 N64。这时候 Sony 也开始搞事情了，他们用酷炫、年轻、有个性的形象去打广告，不像任天堂那么卡通，也不像世嘉那么乱。Sony 让 PlayStation 变成一种潮流符号，他们的广告文案简单粗暴 ，Live in your world, play in ours， 翻译过来就是现实太无聊，来我们世界玩。这根本不是卖游戏，这是在卖一种态度。到了1999年 ，Sony 宣布 PlayStation 全球总销量超过7000万台，打破了所有游戏机的销售记录。原本不想做游戏机的 Sony 最后却一战成名。不过你以为 Sony 一开始就稳赢吗？其实当时真正领先的不是 PS， 而是世嘉的 Dreamcast。Dreamcast 在1998年就抢先上市，画面超强，网络功能也领先业界，甚至一度销量遥遥领先。结果 Sony 只做了一件事，宣布 PS2 要来了。光是一个发表会，整个市场就开始震动，游戏开发商纷纷暂停对 Dreamcast 的支持，就怕资源砸错平台。就这样 Dreamcast 瞬间变成没人敢投资的产品，还没正式交手就被 PS2 的气势压垮。最后世嘉撑不到2年，只好黯然退出主机市场，变成纯游戏厂商。可以说 PS2 还没出手就赢了一场战争。在2000年3月 Sony 推出了第2代主机 PlayStation 2。你知道 PS2 卖了多少台吗？答案是 1.55 亿台，这可是史上销量最高的家用主机，没有之一。要理解这个数字有多夸张，你可以想象一下 PS2 的销量甚至超过了当时的 iPod、Walkman 等许多热门消费电子产品。在 PlayStation 2时代，索尼平台继续支持艺术性和实验性的游戏创新，比如2001年发布的 Res， 它将音乐画面和游戏玩法完美融合，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感官体验。虽然销量不大，但体现了 PlayStation 对多样化游戏的包容，也推动了行业创新。这说明 PS2 已经不仅仅是一台游戏机，它已经成为了一种跨越游戏圈的文化现象。有趣的是 PS2 的成功还引起了一个国际政治级别的小风波，因为 PS2 搭载的 Emotion Engine 处理器在当时的消费电子里性能非常强大，理论上可以用于飞弹轨道模拟、图像识别、军事建模等用途。有传言指出，伊拉克在2000年代初期试图大量进口 PS2 主机，引发了美国国防部的注意。一度还有媒体爆料说 PS2 被当作廉价超级电脑，可能被用作军事用途。虽然这个说法后来没有被官方证实，但也足见 PS2 的硬体性能强到让政府都警觉。这个故事其实有个有趣的后续，由于 PS2 的处理器和架构非常特殊，当时有一群计算机极客真的尝试把 PS2 串联起来，试图搭建一个廉价超级电脑集群。虽然效果不尽如人意，但这足以证明 PS2 的性能在当时确实非常超前。因为 Sony 这次下了2个狠招，第一，加入 DVD 播放功能。别忘了那时候 DVD 刚流行，但一台 DVD 播放器动辄上百美元，而 PS2 虽然是游戏机，却顺便可以看 DVD， 很多人根本是当做 DVD 机买的，结果就顺便玩游戏。一台主机2种用途 ，CP 值爆炸。第二还是老招，游戏阵容太猛了 ，GTA 3、恶魔猎人、战神、王国之心、最终幻想 X 和金装备2，每一款都打爆销量榜。而且因为 PS2 还能兼容 PS1 游戏，所以光是游戏数量就压垮了所有竞争对手。虽然 PS2 卖的火爆，但你知道吗？它其实有个小缺陷，在 PS2 初期想要玩联网游戏，你必须额外购买一个网络适配器。这个设计在当时备受争议，但它也代表了索尼对在线游戏市场的试探。而且 PS2 最猛的是，它真的太耐用了。有网友说自己家的 PS2 用了10几年都没坏，直接变传家宝。那时候的 Xbox 和 GameCube 根本打不赢，但接下来 Sony 开始有点走火入魔了。2006年 Sony 推出 PlayStation 3，这台主机性能超强，搭载了当时先进的Cell处理器和蓝光光碟机，听起来很猛，但问题来了，价格也很猛，一开卖就要599美元。要知道竞争对手 Xbox 360只卖399美元，Wii 更只卖249美元。Sony 一下子把自己定成了奢侈品，
甚至当时 Sony 高层还放了一句震撼弹。面对大家抱怨 PS3 太贵，9多良木健发表了许多高傲的言论，例如他坚信 PS3 的价值远超$599，这些言论被玩家们戏称为9多良木健的嘴炮名言，甚至被解读为如果你真的想要，就去打几份工把它买下来。结果立刻被网友群嘲，这才是真正的贵族游戏机。这句话比$599还伤人，成为 PS3 定价策略的黑历史之一。再加上 Cell 处理器太难开发，让许多游戏厂商叫苦连天。不过在 PS3 的时代，索尼还设计了一个非常经典的 UI 界面 XMB Xros Media Bar， 这个十字形的菜单界面把游戏、电影、音乐等功能完美整合，甚至影响了后来的 UI 设计。这也能看出索尼在追求极致性能的同时，也在用户体验上做出了努力。结果 PS3 前期销量惨淡，差点崩盘。其实 Sony 当初对 Cell 处理器抱有极大的野心，他们联手 IBM 和东芝共同开发这个超级处理器，目标不仅是做主机，甚至希望让 PS3 成为未来的家用超级电脑。有媒体当时甚至说 PS3 会取代你的 PC， 听起来很未来，但现实是这个处理器架构太复杂，跟传统 PC 完全不同。游戏公司必须重新学习一套全新的开发方式，成本高，周期长，风险大，很多小型开发商根本吃不消，甚至连大厂都抱怨不断。所以 PS3 前期游戏阵容薄弱，成了它最大的弱点。但 Sony 没有放弃，他们透过降价改善开发工具，加上后期神作不断推出，最后《生还者》、《神秘海域2》、《战神3》、《恶魔灵魂》终于在生命周期后段扳回一城，全球卖出超过8700万台，勉强与 Xbox 360打平。顺带一提，在 PS3 时代， Sony 还做了一件非常前卫的尝试，他们推出了一个虚拟社交平台，叫做 PlayStation Home。 简单来说，它就像是一个游戏版的虚拟世界，玩家可以捏角色装饰房子，参加活动，看直播，在虚拟广场闲话聊天，听起来是不是很像今天的元宇宙？没错，在2008年 Sony 就已经尝试做数字身份加社交空间的概念了，但问题是加载太慢，玩法单调，社群氛围没建立起来。最后这个梦想中的虚拟广场在2015年悄悄关闭。现在回头看，很多人都说 PlayStation Home 其实是最早的元宇宙失败案例之一。不过除了主机本体， Sony 在广告风格上也有一些很与众不同的操作。比如在 PS3 初期，他们曾在欧洲推出一支超诡异的广告片，画面是一间黑暗的房间，一个面无表情带着冷笑的娃娃盯着镜头，然后开始念出一段诗句，欢迎来到你潜意识的深处。很多观众看完直呼晚上不敢睡觉，这是卖恐怖片吗？但 Sony 官方回应很淡定，他们说我们不是卖机器，而是在邀请你进入一个陌生的新世界。这支广告后来被戏称为恶魔娃娃事件，也成为 PlayStation 广告史上最诡异、最具争议但也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一幕。顺带一提，在 PS3 时代， Sony 其实也大力发展了掌上游戏机。他们在2004年推出 PSP PlayStation Portable， 主打超强画质影音播放功能，甚至能看 UMD 电影。 PSP 在日本、台湾、东南亚市场特别受欢迎，很多人第一台掌机就是它。凭着《魔物猎人》、《战神》、《勇者斗恶龙》等独占大作，它曾经一度威胁到任天堂的掌机霸权。但接班的 PS Vita 就没这么幸运了，它硬体很强，触控也酷炫，但游戏阵容薄弱，定价又高，开发商兴趣缺，最后就被任天堂的 3DS 打得满的爪牙。其实 PS Vita 的失败不仅是游戏阵容的问题，它还犯了和 PS3 一样的错误，高傲。它使用了专有的昂贵记忆卡，让玩家购买的成本大幅增加，这让很多玩家望而却步，也极大的增加了开发商的成本。再加上索尼将大部分资源投入到 PS4 上， PS Vita 的游戏阵容越来越薄弱，最终只能黯然退场。这也说明，即便 Sony 在家用主机领域风生水起，但在掌机世界，他们始终没有赢过任天堂。这时候 Sony 学到一课，性能不能太超前，开发不能太难，定价不能太贵。于是 Sony 把这3点记牢，下一代主机就来了个华丽反击。
2013年 Sony 发布了 PlayStation 4，这次他们变得非常聪明，第一售价只要$399，比 Xbox One 便宜$100。第二，极力讨好游戏开发者，让开发变得简单又快速。第三， PS4 完全放弃花俏功能，专心做最棒的游戏主机。Sony 的执行长直接说，我们就是为玩家打造主机，其他什么电视的不重要。这一招直接戳爆了 Xbox One 那个想当客厅遥控器的定位。对了，说到对玩家的理解，索尼对 DualShock 4手柄进行了革命性升级，除了经典的按键，他们还加入了触控板分享键，以及可以发光的光条。这些设计都体现了索尼对玩家体验和新时代社交趋势的拥抱。而且你知道吗？当时 Xbox One 甚至规定游戏光碟不能随便转卖，必须24小时联网检查，结果被玩家骂爆。而索尼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放了一个核弹级的宣传片。在2013年E3发布会之后，索尼上传了一段只有30秒的视频，标题就叫 How to Share Games on PS4。 视频里两位索尼高层对着镜头，一人拿起一片游戏光碟递给对方，然后简单的说了句 This is how you share games on PS4。 整个游戏圈瞬间沸腾，全网点赞100万，新闻媒体疯狂转载。这一击直接把 Xbox One 的争议点打成了笑柄，堪称游戏史最经典的公关反击战。 PS4 从那一刻起就注定会赢。微软在随后的几个月内被迫取消了24小时联网等争议规定，但 PS4 的领先优势已经无法被撼动。这场公关反击战也因此成为了游戏史上的经典案例，最终全球销量突破 1.17 亿台，成为第二畅销的家用主机，仅次于 PS2。 而这一代也诞生了无数神作，战神4、蜘蛛人、地平线、血缘诅咒、对马战鬼、最后生还者2，几乎每年都有现象级大作。当然，索尼也从未停止创新，在 PS4 的生命周期中，他们还推出了一个大胆的尝试 PS4 Pro。 它首次在主机中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硬件升级，主打 4K 游戏画面，为那些追求极致画质的玩家提供了更多选择。这个策略不仅延长了 PS4 的生命力，也为未来的主机迭代模式探索了新的方向。 Sony 完全打出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独占游戏阵容，不过并不是所有玩家都能轻松享受到这些大作，尤其是在中国大陆市场， PlayStation 的历史发展就经历了不少限制剧情。早期由于政策限制， Sony 根本无法正式销售主机，即使后来推出国行版 PlayStation， 也必须接受一堆限制，游戏内容需审查，联网功能被屏蔽，部分光碟禁止引入，很多玩家只好转向港版水货或直接改机，才能玩到完整版本。一直到 PS4 后期与 PS5 时代，中国政策才逐渐松绑， Sony 也设立合资公司，开始推动真正合法化的正版游戏生态。但即使到今天，国行版与港版主机之间的争议在中国玩家社群里仍然是个热门话题。不过索尼的野心从不止于此，在 PS4 时代，他们还做了一次大胆的尝试，推出了 PlayStation VR。 这套 VR 头盔虽然性能比不上 PC 端的昂贵设备，但它以更亲民的价格，让数百万玩家首次体验到了沉浸式的虚拟现实游戏。 PSVR 的成功也让索尼在 VR 领域站稳了脚跟，为后续 PSVR 2的推出奠定了基础。而就在大家以为游戏主机已经饱和的时候， Sony 又出招了。2020年 Sony 推出了 PlayStation 5， 这次他们不再玩虚的，而是来真的。超快的 SSD， 超高的帧率光线追踪 3D 音效，还有那个像外星战舰一样的外观设计。他们不仅推出了标准版，还首次同步发行了 PS5 数字版，这款没有光碟机的版本，价格更低，也向全世界宣告数字版游戏将是未来的重要趋势。不过嘛，也有人说它像个空气清净机，但是不管外观怎么样， PS5 一推出就供不应求，全球缺货，黄牛吵架，排队排爆，全网哀嚎。造成这一切的关键其实不只是 PS5 太热门，而是遇上了全球性的芯片荒。别忘了 PS5 发售的2020年正好全球爆发疫情，整个半导体供应链大乱，从晶圆厂、封测厂到物流航运全都缺人、缺料、缺工。
Sony 就算想拼命生产，也根本做不出来那么多主机。有些国家甚至连正规销售都没有首发配额，只能靠黄牛转卖，价格直接翻2-3倍。Sony 后来还特别发声明，拜托大家不要从黄牛手中购买，但现实是，有钱都不一定买得到。不过就算这样， PS5 在发售2年内还是卖出了超过3800万台，而且这次 Sony 开始积极布局串流游戏和订阅服务。虽然现在还追不上 Xbox 的 Game Pass， 但他们也推出了自己的 PS Plus Premium 服务，开始把老游戏搬上来复刻串流打包。说白了，现在 Sony 的目标已经不只是卖主机了，而是要打造一个以 PlayStation 为核心的娱乐宇宙。而你知道吗？ Sony 甚至还真的尝试过让 PlayStation 进入你的钱包。他们在北美和美国银行合作，推出了一款叫 PlayStation Credit Card 的联名信用卡，玩家只要刷卡消费，就能累积分数兑换游戏主机周边，甚至 PlayStation Store 的点数。听起来像是信用卡版 PS Plus， 虽然这张卡后来没有在全球推广，也没有大红，但它显示了 Sony 当时的野心。PlayStation 不只是游戏机，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不只是你玩什么游戏，而是你用 PlayStation 卡买你生活中的一切。而且你有没有发现， Sony 现在也越来越少把游戏锁死在主机里啦，他们开始陆续把第一方大作搬到 PC 平台，比如战神、蜘蛛人、最后生还者等等，甚至也开放部分游戏走上串流服务。这代表着一件事， PlayStation 不再只是主机了，它更像是一个跨平台的游戏生态品牌。未来你可能在电脑、手机甚至云端都能进入 PlayStation 的世界。 Sony 不再死守硬体销量，而是布局游戏影响力，打造一个比卖主机更大的市场。除了游戏，他们开始发展电影影集动画，像最后生还者已经变成 HBO 爆款。未来我们可能会看到越来越多 PlayStation 的 IP 出现在电影院、Netflix 甚至元宇宙。一个原本只是 Sony 被背叛后的复仇计划，现在变成了一个连接全球数亿玩家的超级品牌。想想也挺讽刺的，如果当年任天堂没有背叛 Sony， 可能就不会有今天的 PlayStation， 而 Sony 可能还在卖随身听做喇叭、拍影碟。但就是那一次的分手，意外成就了一个游戏帝国。从一开始的 PlayStation 到现在的 PlayStation 5，这个误打误撞的品牌已经走了将近30年。它不只是游戏的载体，更承载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与热血。所以现在问题来了，你第一台 PlayStation 主机是哪一代？留言告诉我你的游戏回忆吧。好啦，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故事，别忘了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哦，这是我继续做更多好内容的动力。我们下期视频见。